高雄在地人閒聊，才住3年就漏水，社宅最大風險不是你想的那個。先說結論高雄的那個凱旋青樹的社會住宅漏水，這只是表面問題哦，真正該擔心的是未來的修繕跟維護問題。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那我們上一次影片聊了，付了1400萬頭期款還是被拒貸哦，那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高雄社宅出現大瀑布哦，這是我們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高雄凱旋青樹社宅驚現水簾瀑布，天花板狂漏水，都發局揭原因。哦，那內容是這樣，就是高雄市前鎮區的，他門牌前鎮哦，我還以為門牌是林雅。高雄市前鎮區的凱旋青樹社會住宅。住戶發現家中天花板出現瀑布，水流從燈具周邊傾瀉而下，必須用鍋具接水。這樣排查以後發現是樓上的住戶流理台水管堵塞，導致水流倒灌並滲漏到樓下。都發局處理也很快，因為上報了，你知道，3月24日通報，當天就派人到場，26號查到是12樓的流理台堵塞，27號就修繕完成，3天搞定，哇，真厲害！這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哦，我跟你講。問題可大了哦，因為這個社宅怎樣，非常的新，非常的新，有多新？你看我劃線的地方，2022年年底完工，2023年的2月7號開始開放申請，那最快的入住時間是當年的6月哦。好，2023哦，6月入住哦，然後在2026的3月就出事了，還不止這個事哦。也就是說，這個建案哦，蓋好未滿3年就發生了堵塞問題。堵是一回事，它堵到樓下呢，樓下的天花板燈具那邊漏水出來，那裡面有電線的呢。這如果是一般建案又延上了哦，建商早就會爆料公社，被住戶圍剿了。那再來你要知道，可能是哪邊出了問題。那因為我沒有去現場看的所以就來當個鍵盤柯南來分析一下，說這可能是怎麼造成的。以我的經驗來說，一般會有2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施工或設計。有可能是原本的設計就有問題，例如說它排水的坡度不夠，或者管跟管銜接的那個沒有塗好，變成說看好像也沒事哦。那真的等到大水漫灌的時候，開始就滲漏水。以它的那個情況也不叫滲漏水，那是上面在那邊噴水了哦。那管線彎頭設計或是接縫處有卡到東西，例如說施工的時候有殘留水泥砂漿，這很多，這真的很多。這個完全就是憑現場監工跟那個師傅的品德或者建材的碎屑沒有清乾淨。那第二個原因就是住戶的使用習慣超級差，例如說這個住戶每天就在家裡幹嘛？沒事就在炸個雞排然後廢油跟廚餘直接往排水孔去沖，要在3年內把它堵掉，老實說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要是我們有心來堵水管，是不是1天就搞定？但我認為這個幾率偏低啦，因為現在建案的設計不會到那麼脆弱才對，所以到底是哪個我們也不知道。可是你看到一個事情住戶生活習慣不良，對啊，你以為住社宅都是品德品性很好的人住戶生活習慣不良，那個有多不良他是沒寫，但是你想想看這也是當初為什麼社宅會被人家說嫌惡設施的道理嘛。這代表了一個潛在的危機那最後你要知道，社宅未來可能會有更大的問題。好，那我們就來討論說社宅未來還会有什麼問題。我現在看起來後續的維護成本會很恐怖，會是錢坑，會是大魔王。維護成本你看你現在買預售，建商保護給你多久？一般來說，結構體它保到15年，建材跟設備保護1年，漏水保護1到2年，比較趕，它給到3年。那今天這個社宅它要保護多久？它是社會住宅呢，它是不是蓋多久你就要保護多久？那未來18年、25年，它還是社會住宅的身份呢，它還是不要有問題才合理嘛？在我們看來是這樣。為什麼？你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蓋的呢？你是拿房地合一稅金去蓋的呢？你怎麼可以有問題？然後它在蓋完了第3年就出問題那以後蓋的數量會越來越多，社宅會越來越老，是不是出問題的狀況會越來越頻繁？而且真正的考驗還沒到那時候3年後每6年考驗一次。為什麼？這是結構性的2個狀況。第一個，住戶輪替，你申請社宅現在是怎樣？最多就是3+3嘛。我說先不要講關懷戶或是婚育宅3+3，3年加3年。所以我打從我今天住進這個社宅，這個就是臨時的居所而已。那你認為每個房子都會把這種租來的房子當成自己的房子在顧嗎？怎麼可能？這就是人性
就算前2年他很認真顧，等到最後1年，你認為他還是呵護？我們不要講呵護，他就好好的愛惜這個房子嗎？這是租屋處呢，拜託，他只是要做到看怎樣就不會被抓這樣。所以社宅的磨損速度一定比自住的房子還要快，就發生了啊，對不對？就是今天的新聞的主角，那有3年排水管堵，講的理由也很詭異，對不對？就樓上廚房的排水管堵了，啊，關樓下什麼事？啊，總是樓下的天花板在漏水，這不是堵得很奇怪嗎？哦，第二個，政府的預算導向問題哦，政府公部門在做的案子有一個特性叫預算導向，什麼最低標嘛，最有利標嘛，越便宜越好。我當然知道現在有最有利標一說，但我就問你，如果這個最有利標標到廠商不是最便宜的，是不是又議員要開始說圖利等等的問題？所以最後蓋社宅的核心目的就會變成不是追求蓋到最好，而是有限的預算之內完成最多的，又要講這個最多的戶數，因為政績都在喊戶數，所以在各種選擇上一定會有所取捨。這個取捨如果剛好壓在看不到的地方，平常完全感覺不到，但一旦出事就是整個炸開。當然我們也並不是說凱旋傾訴這次的漏水事件就是這個原因造成的，只是我們目前沒有看到相關的證據可以來直接就說怎樣呢？現在看起來是規則在住戶生活習慣不良哦。我認為這個事件比較像一個警鐘，一個提醒啊，提醒什麼？社宅的未來有點堪憂啊。我們知道每個房子會老，但社宅會比一般的社區老得更快，因為那不是自己家，不會愛惜的哦。你房東是政府啊，政府就是大家就來大小聲嘛，刁民又不是第一天當刁民，所以你現在看到漏水什麼，我個人認為還算小問題，3天能解決，不是什麼大問題啊。真正可怕的是社宅開始進入10年、15年、20年的時候，結構性的老化會一起爆發，那時候才是真正的錢坑的。我問你我們現在看到最老的社宅給你猜這個多老？最老的社宅就是它現在屋齡最高的社宅你看這張圖我框起來的地方，大龍洞社宅它完工的時間是2011年9月，2011那時候的市長是郝龍斌那現在也才15年。再過個10年、15年，會不會開始出問題？不知道嘛。但會出問題是怎樣？就換2-3批住戶的時間而已到時候的社宅會變成什麼樣？我不知道。還是說，你覺得等社宅30年以後，政府會突然就來個大整理，都不要續約了，都不要住了然後供起來1年，重新裝潢，重新弄，讓後面的人住得更舒服之類的？敢不可憐？你認為這個是政府會做的事情嗎？講完了。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的高雄的凱旋傾訴社宅漏水事件。那我先分析了可能的成因我個人認為是施工的問題比較大，因為那個樓上的住戶習慣不良，要淹人先淹他自己家嘛，對不對？他被淹了，他自己就要找水電了，就要來處理了，關樓下什麼事？還從樓下天花板的那個燈具這樣子下雨下來，然後燈還亮的，是電線呢。我也提醒你的說，社宅真正的問題是未來的長期維護，這一定都是很巨大的錢，維護都要花大錢的。未來等你要申請社宅的時候，可能比較好申請的都是沒有人要的社宅，你知道，就是那環境不好的。最後我想問你，你認為等社宅的屋齡到多少，政府才會出手整理？A30 年就要整理了B 50年以上 ，C 不會整理。為什麼？因為整理社宅又不算政績。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哪一個國家社宅超級出名到爆？
新加坡，對不對？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新加坡的社宅是怎麼維護的哦。他們有專業的行政組織在管哦，而且這個是各區的叫市政理事會哦，這不是什麼管委會而已哦，是跨區的哦。那他們有專門預算跟人員哦，你只靠各個大樓自己的管委會風險很大，你哪一個大樓運氣那麼好，主委自己是建築師，財委是會計師，法律顧問、營業住戶律師，哪個運氣那麼好？我告訴你都是錢的問題。什麼錢？強制性的維修基金，它叫 Sinking Fund。這個 Sinking Fund 每個住戶每個月都要交一筆雜費，這筆錢一部分會被強制編入這個叫做維修基金。這個錢用在長期大型的工程，7到10年。外牆重新粉刷，換電梯或頂樓防水。好，這裡要特別講一下，什麼叫做全棟外牆粉刷？粉刷有沒有搞錯？粉刷，我們大樓外牆不是瓷磚嗎？瓷磚怎麼粉刷？新加坡還真的都是用塗料。這也要講一下我去新加坡的時候，靠，我覺得好猛哦。當然，這個維護漂亮是一回事因為新加坡就是這樣嘛。因為我前面講的有死刑的迪士尼什麼東西，反正你髒亂插會罰錢然後現在會有鞭刑，我靠，這個外牆很髒，不好抓去鞭。新加坡真的都用塗料，外牆真的都用塗料。你要了解新加坡的天氣環境算非常的嚴苛。為什麼？它熱帶，它幾乎就在赤道，你可以查一下。然後怎麼樣？新加坡的天候就是大概每天下午3點真的可以到每天了都會有午後雷陣雨，而且那個午後雷陣雨規模很大乾脆叫午後雷暴雨吧就這樣子就這樣給它下去，那個水啊，那很恐怖的，然後那樣下狂風大作又沒了就這樣。當然我不是住新加坡反正就是下雨的頻率非常之高，又熱，那個熱的意思是太陽這樣給它曬下去，這是燙的。然後它用塗料，涂料不會出事嗎？怎麼想都覺得那個地方用瓷磚或是石材可能比較理想，沒有人家就用涂料，而且涂料它維持的很好非常的好我想說那还厲害。新加坡的這種算蠻極端的天氣，其實我們台灣也蠻硬的夏天也是熱到燙，然後我們還有冬天，那個熱脹是一回事，還有冷縮嘞，冬天的冷縮新加坡沒有冬天嘛，他們就毛起來這樣子下每天這樣子淋我也是覺得蠻扯，他們真的用塗料。我走在新加坡，我一直摸呢，一直去東摸西摸，騎樓內騎樓外回去摸，哇，還真的都是塗料。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專門進口來用的？我看那個鄉下什麼自地自建的透天，乾脆用這種塗料算了。我們扯回來就是說那個 Sinking Fund 的強制性維修基金在台灣我們這個東西叫管理費。那管理費我們台灣的做法就是反正就是社區存一點錢嘛，怕以後未來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要換電梯換鋼索什麼沒有錢。你看我們台灣就是怕，很少會主動去搞東西的。那新加坡沒有，他收這個錢就是規劃7到10年就是要去做什麼，就是要去做什麼。然後祖屋就新加坡嘛祖屋住到30年左右，政府就會主動介入去進行大規模的翻修，包含什麼混凝土剝落啊、更換老舊水管、升級廁所等。我覺得很厲害因為更換老舊水管這東西也會弄30年30年就去換水管，這很棒。然後這類工程政府會負擔大部分的費用，90%以上這是確保說房子不會因為老化而影響了居住的安全狀況然後還有電梯翻新計劃，錢都是錢社宅以後的維修我看就假來了它非常的依賴就是修繕的錢社會住宅又要搞到什麼？又要搞到說政府又要去補貼什麼？補貼他們的管理費，讓他們去修繕。每次都是這樣，就是說你看國外做的那麼好，你有沒有看一下國外新加坡，尤其是工作的不是當地新加坡人，只是他們去工作，然後有住到祖屋的，他們繳多少錢？就是這樣這都是錢的問題錢要有人來出每次都政府出，政府好像也是從善如流反正我們都超真的，還可以每個人發1萬塊，然後來解這個全台的勞務，好像也不是不行。